妹子荒野求生到底有多爽？看看大美不仅是搞到了一只超大的山羊，在荒野搞起了烧烤盛宴，美滋滋的吃上了烤全羊不说，而且还自己利用黄泥以及竹子打造出来了一座荒野版的热水器，舒舒服服的在野外实现了热水浴，简直是太过瘾了。陆地上的山羊让妹子吃的嗨皮，那么水中的大鱼又岂能不来上一条？手握鱼叉的他那是直接化身成为了海王，一叉子下去可谓是威力无比，直接让近乎1米长的大鱼当场透心凉魂飞扬。最终这条大鱼被大美做成了盘龙鱼，看看这造型，烹饪出来之后绝对是好吃的掉渣呀。不过野外生存实在是太危险，这一次妹子差点就直接领了盒饭。面对这满目的新鲜竹笋，宛如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白玉，美不胜收，却也面临着一个现实问题：如何在它们迅速变质前妥善保存？在这潮湿茂密的雨林环境中，时间仿佛成了最奢侈的资源。竹笋的鲜美保质期不过短短数日，大美深知，若要让这份自然的馈赠得以长久延续，必须采取行动。腌制虽是一种方法，但在这资源匮乏的野外，既无适宜的坛罐，又缺足够的盐巴，显然非上策。于是他将目光转向了更为古老而实用的方法——制作竹笋干。不过，大美的处理方式并非简单的晾晒，而是融入了巧思与智慧。他首先选择将竹笋精心烹煮，这一步骤不仅有效去除了竹笋中的苦涩，还减少了其内部的水分，为后续处理打下了良好基础。同时，他巧妙地利用手边丰富的竹资源，编织出简易却实用的烤架，准备将这份自然的馈赠转化为另一种风味。随着炭火的燃起，烤架上逐渐铺满了切好的竹笋片，它们在微热的火焰与袅袅升起的烟雾中缓缓蜕变。这不仅是一场物理上的脱水过程，更是一次风味与质感的升华。竹笋在炭火的温柔拥抱下，渐渐失去了多余的水分，变得柔韧而有嚼劲，同时还吸附了淡淡的烟熏香，成就了一种独特的风味。熏竹笋，大美耐心地维持着火源，确保每一片竹笋都能均匀受热，享受着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在她手中逐渐转化的喜悦。1下午的时间，大美那时就吃了2根竹笋。虽然竹笋好处多，但是一顿饭都是竹笋，那还是有些难受的。为此，夜间的时候，大美可是带上了头灯，直接在溪流之中开启了打野行动，而且一开局就拿捏住了一只山螃蟹。紧接着一番搜寻之下，大美又在前方的水坑内发现了一条14.5厘米长的河鱼，当场就送了对方一记暴击。不得不说，大美那叫一个运气爆棚，这样的开局就是2个极品好货。为了防止对方逃走，大美还将一鱼一蟹用树藤给绑了。随后搜寻之下的大美又在前方发现了一条大鱼。夜间的溪流之中，鱼儿会比较呆滞，捕捉起来相对会方便很多。唯一需要小心的便是注意四周可能出现的毒蛇和野兽。好在大美可是身经百战的打野高手，那是不怕对方不来，赶来的话保证会让大美加餐的。可惜这么黑的夜色之下，抓鱼抓了1个多小时的大美，硬是没遇到能加餐的野物，最终只是打道回府去了。美美的睡了一夜之后，次日一大早的大美那是带上了狗子就向着山上巡视了起来。庇护所附近的几个方向都看过了，唯独这里没来过。而一来到这里，山上竟然滑落下来一块大石头，可是给大美来了个下马威。见此状，大美也是沿着崖壁侧面开始勘察了起来。毕竟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现石块掉落的情况，除非上面有野物出没。不过这里的岩石似乎不怎么牢靠，敲击的时候声音都比较空。为此大美可是十分的小心，也是依靠着极其谨慎的态度。在听到了异常声音之后，大美那是一边抬头看去，一边后退，这才险之又险地避开了落下来的巨石，着实是惊险无比啊！但是即便是这般，大美在向后退去的时候，那也是直接摔倒在地，脑袋似乎还和大地接触了一下，大腿部之上则是被刮伤了。面对这样的突如其来的遭遇，大美倒是比较淡定，但是一旁的狗子那可就十分的着急了。幸运的是大美并无大碍，就是走起路来有些一瘸一拐的。退回到庇护所之后，大美先是处理了下皮外伤，好好的给大腿包裹了一些消毒后的布料。受了伤的话，饮食可是不能差。于是乎，大美把昨夜抓到了几条鱼都给烤了，而经过了1天熏烤的竹笋也是干了很多。但是似乎是老天不作美，突然的就给大美来了一场雨。
见此状的大美娜还是赶紧的将竹笋干给转移到了床上，毕竟这些笋干要是被大雨淋湿可就不好了。雨水淋湿的话会影响笋干的保存时间，而且在口感和味道上也会大打折扣。烤鱼处大美倒是不担心，毕竟小火堆可是被烤架上的席子挡住的。不多时候，烤鱼烤的那叫一个焦香四溢，而大美也是将它们全部的拿到了庇护所内。和狗子吃起来烤鱼大餐，烤鱼的味道十分的不错，毕竟是纯野生无污染的环境下，这里的鱼肉那绝对是鲜美的很，吃的狗子那叫一个不亦乐乎。不过此时的大美，其心思可是没有在烤鱼上，而是在想今天2次落下来的石块到底是什么原因引发的。想不明白的他，在等到雨停之后，又一次的带上了狗子上山查看了起来。不得不说，大美这真是胆肥的一点，也不怕一不小心再遭遇到落石袭击。都说好奇害死猫，但是今儿的大美那还是直接走了大运。从另外一侧上去之后，一番查看下，大美竟然发现了一只山羊，看着高处滑落的痕迹，这只大山羊大概率是从上面摔落下来的，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啊！再想到之前掉落的山石，大美猜测也是这只山羊踩落的。先前天上掉石头，这回天上掉馅饼。为了弥补自己的损失，大美那是毫不客气的就将山羊打包带走了。毕竟这样的极品好货可是不小，足足的有着30多斤呢。收获到这般的极品野物之后，大美那是哪有心情继续在这里熏竹笋干啊，而是将这只大山羊给处理了。处理之后的山羊倒是没有想象之中的大，不过那也是足够的给力了。大美那是将其直接给放在了烤架之上，搞起了烤全羊一般，看的狗子那是一愣一愣的。当然说是烤全羊，其实也是算不得，毕竟大美还搞了一只羊后腿来，打算作为今儿的晚餐。在将羊后腿抹上了大量的椒盐之后，大美还在上面打上了花刀，将带来的大蒜一一的放到了羊肉之中。这样的话便可以用大蒜的蒜香来对抗羊肉的膻味。不得不说，在吃一道之上，大美那真是鸭子头顶战青蛙，顶呱呱呀顶呱呱。羊腿肉部分被大美放在了靠近火堆的位置，这样的话肉会熟得比较快。至于整体的羊肉部分则是放在了距离火堆较高的地方，这样的可以慢慢的熏烤，保证后续带走时羊肉足够的干。等待羊肉成熟的时间，大美还需要时不时的将羊肉翻转一下，查看火堆的火力等等。当然，大美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，那便是之后如何带走羊肉以及大量的竹笋干。为此，大美可是直接搞起了编织，利用细竹条搞出了2个简易的竹筐，这一看就是要挑着这些物资走的份了。而在这期间，大美的烤肉也是越发的漂亮了起来，尤其是烤羊腿肉，那叫一个色泽金黄，香味浓郁啊，绝对是极品美味。看得一旁的狗子那是忍不住就想要扑上去来上2口，却是被大美直接给按住了。最终待到羊肉彻底的成熟之后，大美这才将其给拿了上来，拿到床上用芭蕉叶托底子之后，大美那还是开始切割起了羊肉来。这一刀下去就将大蒜给切割到了，这个位置的肉可以说是最好吃的。大美倒是没有给自己先来上一块，而是先给留着哈喇子的狗子搞了一块，之后自己才开吃起来。一口下去那叫一个美味无比啊！就这般的感受着大自然的美好风景，聆听着自然之音，火堆上烤着烤全羊，嘴里吃着烤肉，那简直是一种无比舒适的享受啊！而吃饱喝足休息好之后，原本计划明天走的大美突然改了主意，准备立马离开这里，结束这次的荒野生存了。毕竟手中有着大量的竹笋干需要处理，还有烤全羊，这2天也吃不完。为此，大美那是拿出了防水布，将竹笋干部分直接包裹了起来，最后还利用竹篾在上面打上了几个结，才算是完事。至于烤全羊部分的话，这回自然是没有烤干的，大美那是采用芭蕉叶将其包裹在了树叶之中，再用竹篾绑扎牢固。最后的话，之前编织出来的2个简易的竹筐便有了用武之地，它们将作为承载竹笋干和烤全羊的容器。在离开那片充满自然馈赠的雨林之前，大美首要确保的是安全无虞。她细心地熄灭了所有火源，让这片土地恢复宁静。安全始终是她行动的首要原则。至于那遗留在原地的热水器，虽已失去热源成为普通水源，但她相信这份便利或许能为后来者带来一丝惊喜，成为她留给这片土地的又一份宝贵财富。归家的大美心中满载着收获的喜悦，那些新鲜食材不仅满足了味蕾，更点亮了生活的色彩。这份好心情促使他动手改造起老屋来，尤其是那张蒙尘已久的餐桌，成为了他改造的重点对象。餐桌虽旧，但主体框架依旧坚固，只是荷叶处的螺丝脱落，让这张餐桌失去了往日的神采。大美拿起纱布，如同艺术家般细心打磨，荷叶上的铁锈逐一褪去，餐桌面板也在他的巧手下重现光泽，变得洁白而明亮。
他深知细节之处见真章，每一处打磨都蕴含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为了增强餐桌的稳固性，大美不仅加固了荷叶上的木板支撑，还巧妙地运用了长螺栓连接桌腿，使得桌腿部分能够灵活移动，既便于收纳又节省空间。这种设计不仅实用，更透露出一种生活的智慧与创意。当改造后的餐桌再次出现在众人眼前时，无不赞叹大美的手艺与巧思。这张餐桌仿佛被赋予了新的生命，不仅承载着日常的饮食之需，更成为了家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随着日子缓缓流逝，家中的山羊肉也悄然见底。大美决定今日踏上一次野趣横生的狩猎之旅，旨在寻觅新的食材以丰富餐桌。这附近野塘星罗棋布，因久无人迹，池中的鱼儿自得其乐，数量颇为可观。然而徒手捕鱼绝非易事，尤其是面对这些虽体型不大却游速惊人的小鱼，它们在水中穿梭自如，仿佛是大自然中的精灵，让人难以捉摸。但大美凭借着她那娴熟的捕鱼技巧，很快便有所斩获。一条重达小半斤的大鲫鱼被他稳稳擒获，随即被投入锅中，准备成为晚餐的主角。这大鲫鱼似乎不甘就擒，腰腹间力量惊人，竟数次借助腰间盘的惊人弹跳力从锅中跃出，企图逃脱命运的安排。但大美眼疾手快，每次都能迅速将其捉回，重新投入锅中，场面既惊险又充满乐趣。眼前的这片小水坑虽看似不起眼，实则暗藏玄机。由于四周草木丛生，水面常被遮掩，实则水域辽阔。为了更有效的捕鱼，大美提前放掉了部分水，却也意外地将大部分鱼儿引向了下游的大水坑。尽管如此，他并未气馁，反而将目标锁定在了那片更为丰饶的水域。为了更高效的捕鱼，大美再次展现了她不拘一格的智慧与勇气，决定打通一处有落差的排水区。而且这一次大美的目标明确，那就是捕捉大鱼，因此只是用鱼叉来拦住排水口，这样的话小鱼都能走，唯独大鱼逃不了。而在大部分水被排出去之后，水坑底部的淤泥之中可是出现了一条超级大鱼。这条大鱼怕是得有个1米多长，大美想要活抓对方可是太难了，不仅力气很大，而且浑身还很滑，几次都已经抓住了，又被对方逃走了。于是乎大美也不再考虑活抓多方了，而是拿上了鱼叉，开始对着下方出起了手来。不过大鱼似乎也是明白鱼叉的威力，立马便跑到了过溪的深水内藏匿起来，搞得大美那是拿着叉子在里面一顿猛扎，却是叉叉都落空，着实是气人啊。不过水坑目前就这般大小的面积下，大美也是不担心抓不到对方。一番摸索之下，大鱼又一次被大美给逼了出来，而且还被大美推到了浅水区域。这下手握鱼叉的大美总算是可以发挥出鱼叉的威力了，接连着就是几鱼叉狠狠地扎了下去。于是乎，很快的，岸上便出现了一位英姿飒爽的女壮士，她肩膀扛着鱼叉，鱼叉插着一条超级大鱼，开心地向着老家前行。这条大鱼虽然很大，但是早就没有了气息的她，那也是只有认命的份了，直接被大美带回了家。这样的极品大鱼可是可遇不可求的，为此大美决定要好好的施展自己的厨艺，不然那是对不起这条大鱼。为了烹饪大鱼，大美先是采集了不少的荷叶。说实话，荷叶烹饪鱼我还是第一次见，那是十分的期待呀。随后大美又开始清洗起了大鱼来，当然鲫鱼也是顺便的给清洗了一番。先后将大鱼清洗干净，并将内脏都去除掉之后，接着便准备起配料来。切碎的香茅草不仅是增香，而且还能去腥，再加上辣椒混合后，再加入食盐和味精等调料。至于大鱼的话，由于鱼太大了，直接腌制起来绝对是不入味的。为此，大美还在大鱼身上开了不少的花刀。这样的话，接着再将调料涂满大鱼的全身，以及花刀不处，腌制起来才入味。原本猜测大鱼估计是鲶鱼类的，但是看到鱼头时又觉得不是。有认识的吗？在一番充分的腌制之后，接下来大美收集来的荷叶便有了用武之地，那便是用来包裹大鱼。而且为了包裹住大鱼，大美可是煞费苦心啊，因为鱼太大，直接包裹那是没法搞。于是乎，大美便采用了分段包裹的方法处理大鱼，最终总算是将其给包裹住了。在大锅之中放上一个碗后，大美又搞了一个竹蒸笼，主要是家里的蒸锅都太小，只能这般的操作下，才能将大鱼放进去蒸熟。处理完毕之后，接下来便是放到火上蒸鱼即可。当然，只有菜可是不行的。大美还煮了一锅米饭，煮了好一会儿，大美确认大鱼已经熟透，就摆出了她修好的折叠餐桌。她小心翼翼地把大鱼从荷叶里拿出来，放到盘子里。嘿，这鱼可真不小，连家里最大的盘子都快装不下了。大美一层一层地剥开荷叶，就像是在拆礼物一样，里面的大鱼终于露了出来。哎呀，真是太好看了！
又香又诱人。荷叶的清香和鱼肉的鲜味混在一起，让人直流口水。大美忙活了一天，早就饿坏了，一看这鱼，眼睛都亮了。她赶紧拿起筷子，夹了一大块鱼肉，蘸了点调料，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。这鱼肉的味道简直了，比大美想的还要好吃。荷叶的清香加上香茅草的香味混在一起，简直是人间美味啊！大美也忍不住开动了，一口气吃了半条鱼，才想起来还有米饭没吃呢。不过这一餐她吃的那叫一个满足，肚子都撑得圆滚滚的，幸福感爆棚啊！